这个 Five Diamond 的主赛事呢，其实我有遇到那个 Robbie， 然后所有人只要看到他上桌呢，大家都会就是窃窃私语，然后讲一些悄悄话。我们桌上有一位玩家，他也是一个话题人物啊。弃牌到这位玩家，他在bottom位就加了一个4个大盲还是5大盲，然后盲注位就弃牌，然后就赶快开牌 J4，然后他就要讲笑话，就是你看，这手牌最近好像很红。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要跟大家回顾10月份我去美国2周的时间，究竟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EV 实验室上线啦。那 EV 实验室是一个扑克网站，里面有很多免费的扑克新闻跟扑克文章。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订阅影音服务。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我参加线上决赛桌，或是使用电脑软体分析手牌，如果你对于学习扑克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到下方资讯栏的 EV 实验室去观看一下。今天跟大家回顾呢，在这2周的时间，究竟我获得了哪些好成绩啊？首先，我们一天一天来看。第一天呢，就是我在10月13号参加的这个现场赛事啊，它是一场$1100报名费的神秘猎人赛。那玩家数量不多，但是我获得了决赛桌的第4名，总共是$4549。然后在同时呢，当下呢出局之后呢，我还在打这个线上的锦标赛啊，这是一场3200线上的6人制豪客赛。比较特别的是，它是有金手链的，所以这是一场金手链的赛事。然后我也获得了一个决赛桌第5名，总共是$29,035，都是在10月13号。10月14号呢，当天呢，我参加了这一场1万的豪客赛，它是一个 Bellagio 的$1万的豪客赛，总共的玩家数量其实并不多，大约是18个人左右。那我获得的是第1名，总奖金$97,200。接下来呢是隔天10月15号参加的是一场线上的金手链啊，这场赛事比较小，它是一场线上金手链，$365报名费，获得第15名，$2280。再来是隔天10月16号参加的一场是现场的1600快速赛，获得的是第3名，$11,843。接下来是在隔天17号参加的是现场$1100买入的赛事，获得的是第6名，总共是奖金是$3143。再来是隔天参加的是一场线上$1万超级豪客赛的比赛，获得的是第4名，总奖金是$49,920。接下来是在隔天的19号，获得的是这个$1万买入的 WPT 主赛事啊，就是这个 Five Diamond 的主赛事。那我总共参加了4天的赛程就到了第4天出局，获得的名次呢是26名，获得的奖金是$32,400。再来是最后一场的赛事呢，是10月21号的这一场3000的 Win 的赛事，获得的是第57名，奖金是$7,780。所以呢，这个赛事呢有几个重点重点就是很夸张的是，我们从13号开始每一天都有进入前圈，总共是9个前圈，然后呢获得的是6个决赛桌9个前圈6个决赛桌，总奖金呢大约是$23万换算成台币大约是720万在短短的2周的时间内呢，每天都有成绩，我觉得是这一趟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最开心的是什么？最开心的当然就是我有赢下了这一个1万的现场豪客赛。那这场赛事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它就会是我会说应该是全世界最多职业玩家的一个赛事，基本上每一个都是扑克名人玩家数量不多那强度绝对也是非常的强获得第1名非常的开心。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应该是线上1万的这个金手链的赛事非常的接近赢下我人生的第3条金手链但是这个赛事的玩家呢都是强度非常的强。在这一场线上的1万的豪客赛呢，跟这个6人制的豪客赛的决赛桌线上决赛桌呢，其实我在打的时候呢，到后面的时候我是回到房间用我的电脑在打，所以我呢在这个决赛桌的过程呢，我都有用电脑做一个录影。那我有稍微讲解一下我认为当下的情况跟我的策略，跟我认为对手的策略，所以说我们应该也会制作成一个扑克影片。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持续的追踪我们的 EV 实验室跟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很有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精彩内容。在这个 WPT 的这个 Five Diamond 的主赛事呢，其实我有遇到那个 Robbie， 然后呢他的装扮呢都一样，就是一个露胸，然后戴了墨镜，就是他现在依照这个造型红了，他现在就是依照这个造型出场，然后所有人只要看到他上桌呢，大家都会
只是窃窃私语，然后讲一些悄悄话。然后呢，最好笑的是他一上桌到我们桌子上呢，我们桌上有一位玩家，他也是一个话题人物啊，他马上不知道为什么弃牌到这位玩家，他在 button 位就加了一个4个大盲还是5大盲，就超大的加注，然后盲注位就弃牌，然后就赶快开牌 J4，然后他就要讲笑话，你看，这手牌最近好像很红啊，就是要糗他啦。我觉得美国人都是很喜欢去这个开玩笑啊。当然，这个女的看了以后只是哈哈2句啊。当然，大家都是当一个玩笑在看啦，其实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在牌桌上，我觉得打的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没有犯太多很明显的错误，又或者是说他打的比较谨慎一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玩家的风格。当你今天很多决策你不确定的时候呢，你打的保守一点等一些好牌，我觉得他比较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还记得他最后面有一手牌他淘汰出局是被我淘汰了，应该是主赛事，他拿 King Queen， 然后再翻牌是一个 QJ， 还有一张小牌，那我是 Ace Queen， 我是 AQ 代买同花，代买 A 花，然后他是 KQ 黑桃，就是一个顶队，那他的筹码量不多，所以他在翻牌持续下注，那我加注之后他就 all in， 然后我就成功了把他给淘汰。那我觉得这手牌不管是给谁打都是一样的结果，所以不会说他打错或者怎么样，基本上他玩的手牌都是非常的好，然后他 all in 的手牌被跟注之后呢，也都是合理的范围，所以就是我遇到这位话题红人，然后每次在休息时间啊，或者是牌局结束的时候呢，就一堆人找他拍照，都没有人来找我拍照，找他拍照。那我很好奇，因为你是真的亲自跟他打过牌，那你跟他打过牌之后，你再回想当初那个话题的比赛，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有很多点其实是很可疑啊，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不能够去猜说是什么状况。那我有问一些，因为我实际上有一些中国的朋友，他们会常常去洛杉矶的这一些直播的限定桌去打牌，然后有几位玩家，他就是跟我一口咬定，他就说这个一定是作弊，他就是一定是作弊，但这是他的想法，他的意见啊。那他觉得说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巧合，或者是说他会犯这样的错误，又或者是说他以大部分的玩家群都认识，而且他说他私底下跟这些玩家都有一些通讯的机会，所以呢，以他的观点他认为这个作弊的机会是很高。但依照我觉得，就是你没有证据之前，我觉得不能够去直接，对吧？直接去讲人家怎么样。但我觉得以我的想法呢，说实话我是真的不知道。然后我觉得看起来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玩家。但是一个正常的玩家绝对不会在直播桌一开始说自己看错牌，然后又去做一个这么夸张的跟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疑的但是我没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意见说他就是怎么样。那你跟他真的打到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玩家。对，而且他其实没有玩特别多的手牌，我觉得印象中他其实是玩比较少的手牌范围。当然，现金桌跟锦标赛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很有可能他对于锦标赛是一个更陌生的一个赛事的形式，是他平常没有参加。那我在想，他会参加这些赛事，应该也会有一些某种程度上是一些故意要曝光，甚至是有人投资他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他绝对是一个，他只要走到哪里桌上就会议论纷纷，然后开始讲这个事情。他自己也很享受成名的快感，就是会有人来跟他拍照，然后他就会这样子好像很乐在其中这样拍照。但成名都是好事啊，只是这个有点争议，大家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找他拍照？对我也不懂为什么找他拍照？他不找我拍照，不够有名。期待以后我们出国，大家会找你拍照。对啊，没人找我拍照，都找他拍照。然后他故意都穿的就是露胸啊、露腰啊，然后头发弄的就是特别有打扮过戴个墨镜这样，就好像是网红样啦。小 P 最后要不要如果也想要跟你一样拼，连续打这么多比赛，然后都打这么时间那么长，那你有没有给如果也想这样做的玩家一些建议？这一次呢，其实我是一个人出发去美国。那之前的话，其实我们会带一些摄影团队或是干嘛。那我自己会觉得说，不是一个最直接的影响。但我觉得这一次的整个赛事的状况，我觉得状况非常的好。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有确定我的睡眠时间呢都是超过正常人的8个小时，我大部分都会睡到8个半甚至到9个小时，我觉得无所谓。然后除非是第二天的赛事，要不然基本上我都不会定闹钟，或者是我不会强迫自己特别的早起。那我的习惯呢是大部分的时间呢我是不吃东西。我所谓不吃东西就是我连早餐跟午餐可能都不会吃，又或者是说有1-2天有吃早餐，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吃午餐跟晚餐。然后我的最后一餐呢会是在赛事结束之后回到房间才吃。也就是说，我觉得在我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一段期间呢是不会有所谓的头晕想睡觉，然后我可以更专心的参与赛事。
所以我觉得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我有睡饱，第二个就是我知道什么时候吃东西，什么时候不该吃东西，然后很专心的把时间都放在比赛上面没有其他太多的杂事，所以就是看到我们的成绩基本上每一天接近都有进入到前圈到决赛桌，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表现当然还可以更好，有一些赛事可以走到更后面，但是我觉得只要有表现出自己最满意的状况，这个成绩呢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那以整体的成绩来讲呢，我觉得在短时间内获得23万美金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我也是非常的开心。那你打到后面你自己有觉得很累吗？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打到后面的决赛桌应该都会是很兴奋、很紧张，所以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想睡觉，我也绝对不会想睡觉，所以就是很专心的在看每一手牌，然后成绩都非常的不错，又或者是说我觉得有困难的决策，但是并不多，然后我都蛮有自信，我当下做的决策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决策，这样子。那你对赛事的安排就是怎么安排？就是有想打的比赛去打？好，赛事安排的话，就是我还是依照我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只要当天看到有什么赛事，我就会先报名我认为这个总奖池比较高，或者是提前注册的比赛。所以呢，这样子呢才能让我的赛事参加数量最大。但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呢，其实我没有参加特别多的赛事的原因是因为我每一场赛事都打到很后面，也就是说我根本没有机会假设说你今天运气不好，下午3、4点出局了，你可能还可以跑到别的赌场参加别的赛事，但是我并没有时间，因为我每一场都打到了决赛桌。那基本上决赛桌应该都会是超过晚上8、9点之后，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其实是不大可能，就算出局了也不大可能去别的地方参赛，因为不会有一个赛事这么晚开始。所以就是参加的赛事呢没有到特别的多，但是成绩呢都特别的好也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的运气特别好这是有可能的当然我觉得啦，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其实我在9月份的时候，我在打线上 WSOP 的时候呢，我所有的赛事都有全程录影，然后我每天都花了很长时间做这个手牌回顾不管是对我的学生、对我的交流群，或者是我自己在学习分析我的状况的时候呢，我的分析方式是我录影，然后我每一手牌都去看全过程，也就是说什么手牌我弃牌，或者什么手牌我加注，又或者是翻牌、转牌、合牌，我的决策有没有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那我觉得对于我整体的这个程度一定是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帮助。那对于现场玩家，我觉得当今天现场玩家的程度参差不齐的时候，当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观念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更容易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所以这也是我希望大家不要特别的就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在比赛上，而忽略了这个学习的时间安排，我觉得这是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当我今天知道说如果我今天出国打比赛，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会在现场比赛，又或者是说现场比赛的时间其实已经非常的多，非常的累。我如果没有做非常多的时间在学习上的话，那是不是我在出国之前就应该有安排好了一个长时间的学习，然后进行一些赛事之后呢，回到台湾我会规划更多的学习时间。那我希望每个玩家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就是知道说除了打扑克之外呢，学习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也是一个很好提升玩家自己能力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一样如果说玩家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可以到下方的资讯栏，我们有一个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那我们会不定期的挑选一些有意思的手牌来做回复。那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更多扑克相关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我的频道，我是小 P，大家拜拜。